我叫沈清，是一名房屋设计师，但这次我要设计的是一场复仇。下个月的晚宴名单准备好了给我。我订的意大利限量高跟鞋呢？怎么还没到？已经安排好了，鞋马上可以进衣帽间了。不愧是我选的人，懂我的心思。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。什么礼物？这么神秘？这里怎么有个暗间？设计的时候你怎么没跟我说？知道你喜欢惊喜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有什么好看的？惊喜马上就到。哎，这能看到我家卧室哎！哎，这能看到我家客厅啊！搞什么啊？神神秘秘。苏然，6年了，这一天终于到了。你怎么还不回来？等回来，我就把蛋糕砸在你脸上。姐姐，你回来！姐姐，他说只是普通的应酬，却一杯接一杯逼我喝酒。我不想喝，我当初多喝点就能拿到奖金，我就能替你交下学期的学费。我不能丢掉这份工作，我哭着求他们放过我，可是他们大笑着说，要是我敢反抗，就把那些视频发到网上，断了我的活路。我拼了命的逃了出去，然后我看见了苏总，我以为我终于有救了。求你救救我，苏总！你干什么？是你求着要来挣钱的，老婆，他在闹事儿。不是这样的，你装什么可怜？像你这种我见多了，我就是想要更多的钱，别给苏轼惹麻烦。保安，弄走。这群混蛋，我要去告他们！不要，姐姐已经给你凑齐了学费，不能再多了一点。也许死了就能干干净净的离开，至少这次是我自己选择的。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了？坚强，你要有。好，我可以开始行动了。好的，沈小姐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江致远，该轮到你了。夫人呢？先生，夫人今早出差了。是徒儿。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老婆，你下飞机之后给我打个电话呗，这次出差怎么那么突然？你去忙吧。我没出差啊，什么破地方，哪有什么惊喜？乖，我要出去。江总。江总真是心急。小姐又惹你不高兴了？做好你该做的事。江致远，这什么锁？
怎么没钥匙孔啊？苏然，别费力气了。那根本不是密室的钥匙，我也没有想过要放你出去。什么？这个密室是特殊制作的，外面根本听不见你的声音。沈清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还记得沈念吗？沈念，就是那个勾引客户闹事儿，然后自杀的女公关。勾引客户，要不是你和江志远，他怎么会自杀？我这么多年一直扮演你的好闺蜜、好助理，就是为了这一天。你这个疯子，你这是犯罪！真正犯罪人是你们，是你们仗着特权逼死了我姐姐。沈清，你这个疯子，你放我出去！江志远，你听见了没有？江志远！江志远，苏冉现在在我手里，苏冉现在在我手里。的话，5000万现金，3天之内送到南山老巷第2条街的绿色垃圾桶旁边。晚1分钟或者报警，我就死掉。小冉被绑架了，你是怎么照顾她的？阿姨，您别着急，先听江总说完。是不是有什么人恶作剧啊？妈，小冉出事之后，我一直在联系他，没人接电话，我也给分公司打了电话，说小冉根本没出差，这个绑架大概率是真的。那还不快报警？不能报警，绑匪说，如果我们报警，他们就死不了。妈，你怎么？妈，苏成，我在这里，你们听见了吗？快放我出去！哪来的声音？我在这里，眼下当务之急是要赶紧筹赎金，把小冉给救回来。苏成，现在公司所有的流动资金加起来大概有多少？目前流动资金大约有3000万，我想办法挪2000万。阿姨，我这里也有100万，可以用来应急。史静，你有心了。阿姨您放心，小冉不会有事的。我目前账上可能没太多钱，真不知道我姐怎么看上你这么个人。钱的事情就不劳你费心了，你负责接听绑匪的电话。沈清，你和志远一起听绑匪的电话，我和苏成把钱凑够了就马上过来。好的，阿姨您放心，我是小冉最好的朋友。知道了，妈。您搬走了吗？苏城，孙姐，我迟早有一天踩在你头上。江志远，我在里面，江志远。沈清，你这个贱人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快放我出去！钱准备的怎么样了？要是苏然死了，江志远，你这个苏家赘婿怕是不好过吧？苏然被绑架了，等我拿到这5000万，管什么苏然苏家，
我会彻彻底底的成为江总。啊，看小冉这个状态，我怕坚持不了多久。志远，钱马上到账，沈晴你在吗？阿姨，我在。钱送到后，你和江志远一起去和绑匪约定的地点送钱。阿姨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信任。江志远，看来苏家人根本不信任你。江总，其实我很羡慕小冉，她出了事有那么多人的关心爱护。当然了，毕竟小冉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苏家大小姐。江总，其实我也很羡慕你，羡慕我？被苏冉全心全意的爱着，应该很幸福才对吧？幸福。志远，后天陪我去参加一下苏家的家宴。后天？哎呀，后天我有个重要的会议要参加，要不你自己先去好吗？你的工作再重要，有我苏家的家宴重要。小冉，我是金毅。江志远，我看你是忘了，你是靠什么走到今天？没了苏家，什么都不是。靠着我们苏家，就得懂我苏家的规矩。后天的家宴必须在。苏家是跳板，却摆脱不了。现在是摆脱苏冉唯一的机会。把这堆白纸交给绑匪，绑匪撕票，没人能查到我的身上。江志远，江志远，我在里面，江志远，江志远。来修下水管。江志远，江志远。检查的怎么样了？您家墙后面还有一个房间，应该是墙后面房间管道出现了问题。还有个房间？这个我们还不太确定，还需要再仔细检查一下。苏冉，是我。小冉，真的是你吗？如果是你的话，你就连续拧3下水龙头。我就在里面，快救我出去！看来江志远知道你在里面了，你很快就出来了。沈清，你这个疯子，等我出去，你死定了！你猜，5000万和你，谁对他更重要？江总，您看我这服务还满意吧？我还是有这5000万，我还管什么苏冉、苏家？先生，除非封死水管，要不然的话，必须得把枪砸开，才能知道里面的具体情况。那5000万现金送到了，你尽快和绑匪联系，赶紧把我的小冉给救回来。老板，还砸墙吗？不用，封死，封死。
封死了。要不要再确认一下？一旦封死，我们就不能再通过水管来判断问题。我说，封死。你说什么？你想让我死在这里面？江总，伯母把赎金送来了。哦，这是家里水管坏了，我找工人修一下。是吗？那一定要封死了。我把钱放去后备箱，咱们车库见。这可是小冉的救命钱，你可得拿好了。知道了。江志远，江志远，江志远，救命啊！这个王八蛋！你要做什么？你好害怕我，亲耳听到自己老公放弃你的感觉。对不起了。不过，更痛苦的还在后面。你要干什么？杀了我！苏家不会放过你的。我不会为了你犯罪，因为你不配。江志远已经知道苏冉在里边了，我们还这么做，会不会太冒险了？5000万和一个完美的绑架借口，对他来说，任何风险都值得赌一把。其他证据我已经按照您的安排布置好了，就等他上钩了。送给记者一个大新闻：苏家的赘婿为了吞下赎金，亲手设计一出杀妻戏码。我猜他们一定会很喜欢。我知道了。江志远，我要让你亲手毁了自己。谁？江总，是我。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现在就可以出发。江总，您是因为小冉要回来了，才这么高兴吗？是啊。喂，妈。志远接到了小冉，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。路上千万不要出什么岔子。知道了，妈。先不跟你多说了。沈清和你在一起的吧？伯母，您别担心，江总都安排好了。志远，伯母就是担心小冉，你别放在心上。这段时间都可以有你陪着我，正好有沈清这个真人在，有他作证，我对苏家也好交差。
把赎金放在垃圾桶旁边，另一个留在车里，不许出来。钱都在这儿了，可以把苏冉放。钱没问题，自然可。那你们可一定要把苏冉安全的放回来。金总，绑匪怎么说？很顺利，钱已经交给他们了，我们回家等苏冉回家了。这场局该收网了，江之远，你跑不掉了。这5000万是我的了。希望接下来发生的一切，你都会很开心。你这是我亲手装的真钱，钱去哪儿了？钱呢？让记者把绑架案消息发出去，是时候让苏家人知道了。伯母，您别担心。本台记者了解到，近日苏氏集团千金苏冉被绑，绑匪索要高达5000万赎金。我们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。妈，要不要喝点水？我问你，小冉呢？新闻谁放的？是不是你？不是我，肯定不是我。我一直在跟绑匪沟通。伯母，我们刚从交赎金的地方回来，我可以作证，江之远一直和我在一起，绝无泄露的可能。现在媒体都知道了，赶紧想办法呀！小冉要是出了什么事情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特别插播，从现场画面来看，苏冉丈夫江志远神情轻松，与电话中的绑匪有说有笑，完全没有任何紧张。还说不是你告诉记者，不是你还能是谁？江之远，我姐生死不明，你当然笑得很开心呀，巴不得绑匪看到新闻早点动手是吧？我警告你，要是我姐有个3长2短，就给她陪葬。是绑匪的电话。江之远，钱呢？你敢用白纸戏弄我？这吧，老子让你好看。钱呢？为什么绑匪没收到钱？小冉，是小冉回来了。这2位警官说是来调查小姐绑架案。你好，我们是来调查苏冉绑架的案子，请你们配合。我们没有报警啊。伯母，现在新闻闹得这么大，苏冉肯定有危险。既然警察来了，我们就先了解清楚具体情况。警察同志，我是苏冉的丈夫江志远，我妻子已经失踪2天了。这栋别墅平时都是谁住啊？哦，平时只有我跟我老婆2个人，其他人不常来。你们最后一次什么时候联系的？他发短信跟我说他临时出差了。没有暴力闯入的痕迹，绑匪要么十分谨慎，要么就是有钥匙可以自由进入房间的人。可能是苏冉过来。先生，自来水公司通知本周用水量超了10吨水，想排查一下情况。等一下，10吨。像这种封闭结构突然用水激增，过去只有对尸案才查出过。张先生，解释一下吧。
哦，前2天卫生间水管漏水了，我已经叫工人修好了。那你怎么证明是因为水管漏水导致了用水超标？我警察同志，昨天我过来的时候正好碰到维修工人。这套别墅的下水管道比较老旧，确实容易出问题。人在受到威胁的时候，会轻易把任何帮助都当作救命稻草，然后放松警惕。是吧？这么巧？那我们再排查一下别的地方。队长，这有血迹。拿卢总的试剂。确实是残留的血迹，虽然试图擦拭过，但反应很强烈。队长，痕迹到这就断了。队长，这边墙后面像是空的。殊不知，这棵救命稻草，也可以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确实有回声，不太对劲。好好检查检查这面墙，如果里面有空间，一定能有进得去的地方。这就是普通的墙体。你确定里面没有隐藏的门？绝对没有啊。那这个墙就必须砸开。不能砸，这是我跟小冉的新房。苏小姐现在下落不明，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找到她的线索。沈清，你告诉他们，你是这房子的主设计师，这后面有没有隐藏空间你最清楚了。你告诉他们，这后面根本没有什么密室，让他们不要浪费时间了。沈小姐，你说呀，你告诉他们，这后面真的有空间吗？啊？我只负责这个房子的设计，没有参与到装修。毕竟，我觉得小冉的安危比这个新房更重要。必须砸墙，不管里面有什么，只要能找到我姐的像，哪怕把这房子拆了都行。不行，绝对不能砸！姓姜的，你从刚才就一直鬼鬼祟祟，现在又不让砸墙，你到底还想不想让我姐活着回来了？是不是你，姜志远？是不是你想让绑匪绑架了我姐，目的就是为了这笔赎金？你不要胡说！再不闪开，我现在就让警察把你抓起来！你给我闭嘴！我相信江总和小冉绑架一案绝对没有关系。江总，您到底在担心什么？不行，不能砸墙。如果真的让他们发现苏冉在里面，那就彻底完蛋了。小冉，真的是你吗？如果是你的话，你就连续拧3下水龙头。老板，还砸墙呢？不用，好死。后面真的什么都没有。你相信我？没有你还不让开！要是让我知道你和我姐的绑架案有关，我一定让你知道算计我们苏家的后果。张先生，如果你继续阻拦的话，我们可以以妨碍公务的罪名把你逮捕。你怎么会绑架我自己的老婆呢？警察同志，那就请您让开吧。江志远，人们只会相信自己看到的真相，其实真相也可以被精心扭曲，假象也可以瞒天过海。真相与假象往往只有一墙之隔。
让开。江志远，这钱从哪来的？这又是什么？这账上是 P 的，有人害我！我姐生死未卜，你他妈还有空玩女人？江志远，你他妈给我解释清楚，是不是早就打着私吞赎金的主意？你这个畜生，枉我姐对你这么好！不是，这里怎么会有这些东西？江志远，你拿了小冉的命换钱，想害了他，好带着你的狐狸精想要害我是不是？绝对不是妈，绝对不是，肯定不是这样妈，你相信我。不对，这里有双鞋，地上还有凌乱的鞋印，可能是挣扎时留下的。这双鞋不是小冉的吗？也就是说，受害人之前是囚禁在这儿，而现在却不在了，很有可能被转移到别的地方。后面真的什么都没有，你们相信我？是不是你？你把我的小冉带哪去了？江玉啊，你涉嫌重大绑架与勒索行为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先走。江志远，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不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。江志远，男，30岁，苏氏集团总裁，受害人苏冉的丈夫。苏冉失踪当日，你在哪儿，在干什么？有谁可以给你证明？沈清跟我在一起，他可以给我证明。密室中的现金我们点清楚了，正好是5000万。我问你，这笔钱是不是苏冉的赎金？不是，绝对不是。在你密室中发现了带着苏冉血迹的鞋子，你又怎么解释？我压根不知道我家别墅的密室，你们要我怎么解释？如果不是你设置的密室，你为什么那么拼命都这么砸墙？我是怕你们搞错，把我的婚房弄坏了。江志远，你是苏家的上门女婿，对苏家的财产你没有决策权。你背着苏冉出轨，被怀疑卷走赎金，你完全有动机去自导自演这场绑架案。我现在监察同志，现在我才是最想让苏冉活着的那个人。绑匪的电话是我接的，赎金是我亲自去交的，我还有沈清给我作证，我就一个人，我怎么可能自导自演绑架他？也不排除你会雇佣他人实施自己制造受害者的假象。江先生，我们问完了。作为嫌疑人，我们将冻结你所有的财产，限制你出境等一切行为，请配合我们。好，我一定配合。谢谢李梅。沈律师，请跟我来。对，沈清，现在只有你站在我这边了，你会帮我的，对吧？当然会，我会帮你清楚地交代一切。我怀疑江志远买凶杀人。苏氏千金疑遭买凶绑架，赎金交接人神情清楚，江志远是否涉案？5000万的赎金效太老小，这说他还是赘婿，会真是他买凶吧？不是碎尸案吧？说胡说八道！谁在搞我？
江总，你别多想，伯母只是担心小人。这段时间都可以有你陪着我。我只负责这个房子的设计，没有参与到装修。毕竟，我觉得小冉的安危比这个新房更重要。当然会，我会帮你清楚的交代一切。如果不是苏家人，就只有你。沈清。帮我查一个人，沈清，越想越好。我安全，怎么可能背叛？那些所谓我出轨的证据，一定是有人故意捏造、恶意 P 图，想离间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。发誓，我一定会用尽所有的方法，把小冉平安的带回。请大家相信。怎么办了？江志远还是被无罪释放了，会不会怀疑到我们身上？要是那么容易就把他送进去，我也不会等到今天。你先回去吧，帮我继续盯着江志远，我猜他应该会有所行动才是。是。沈清的资料我已经查好了，我知道了。沈清28岁，父母早年因车祸去世，和姐姐沈烨相拥。在干什么？我在打扫卫生，先生。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要动这个桌子。知道了。等一下，手上拿的什么？没什么。拿出来。行。你还找我干？就算现在警察拿你没办法，如果我姐有个三长两短，绝不放过你。书成，我说了，绑匪不是我。就算不是你绑架的，你也答应我过，你说你要把小冉平平安安给带回来的。妈，我今天找你们来，就是要告诉你，我知道绑匪是谁？沈清。不可能，沈清可是我姐最信任的朋友。这些就是我找人要的资料。沈清才是绑匪，他绑架了苏冉，然后想把当水泼到我的头上。绑匪是沈清？沈清是这个屋子的设计师，密室的结构他一定最清楚。妈，你现在该相信我不是绑匪了。还有这个人，他就是沈清买通的内应，被我发现了。说，是不是你帮着沈清绑架了我女儿？是。快说，到底是谁？是先生，是先生让我指认是小姐的。江之远，都到现在了，你还敢欺骗我？你刚刚明明不是这么说的，他手机上有跟沈清通话的证据。这些证据都是先生给我的。苏家和沈小姐对我都很好，老夫人，我真的不想骗你们。撒谎，妈，他在撒谎，他身上真的有证据。够了，是沈清也好，是你也罢，我都不在乎，我只希望小冉能够早点回来。妈，我一定。我一直都是希望小冉能够平安无恙的回到我的身边，只有她没事了，你才没事。江之远，我希望你能够清楚这些。知道。妈，那他呢？怎么处理？是真是假，警方自有定论。江之远，被人诬陷的感觉怎么样？沈清，果然是你。
江志远，被人诬陷的感觉怎么样？沈清，果然是你。是我又怎么样？你就算说出去，又有谁会相信呢？比起我绑架苏然，人们更喜欢看到一个靠着苏家上位的赘婿，为了利益，连老婆的命都敢算计。沈清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做什么？我不是在绑架信里说的很清楚，我要5000万，只要你乖乖把5000万交到我的手上，就没有后续的事情了，不是吗？江志远，是你自己动了歹念，想私吞这5000万，变成今天的样子，都是你自己咎由自取。带上你的5000万过来救苏然。我凭什么信？你当然可以不相信我，不过当苏冉的尸体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，江志远，你说得清吗？你正好，我找到了绑架我妻子的凶手。江志远，事到如今你还在跟我耍花样。既然你这么想证明自己的清白，那我就让大家看看你到底有多清白。就是他，就是他！江总，你真的不是绑架苏小姐的绑匪吗？苏小姐已经绑架了7天，她现在还安全吗？真正的绑匪另有其人，为了小冉的安全考虑，我会独自一个人进去跟绑匪交手。我向大家保证，我一定会安全的把苏冉小姐带出来。听起来江总好像真的不是绑匪。我就说嘛，他们之前明明是模范夫妻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扭转舆论，让大家相信沈清才是真正的绑匪，警察才会打消对我的怀疑，解冻我的账。小冉，小冉，我来救你了！我救你了！小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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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江志远，你真的想救他吗？我当然要救她，她是我老婆，倒是你沈清，你枉费了她这么多年的信任。真正枉费他信任的人是你吧，江志远。这些年你借着苏氏的名义干的这些事，你以为真的能瞒一辈子？你什么意思？你还记得他吗？谁呀？沈炼，沈清，你是沈念的妹妹，你是沈念的妹妹。是啊，沈念是我的姐姐，她是我在这世上最后的亲人。姐姐，我们没有爸爸妈妈了。青青，你还有姐姐，只要姐姐在，你就永远都有家。姐，我考上了芝加哥艺术学院，太棒！我的青青可真优秀。但是姐，国外学费太贵了。我想打几年工再去读。你说什么呢？这么好的机会怎么能放弃呢？你这不还是有姐姐的吗？可是，哎呀，你呢？现在就是好好读大学。姐姐现在的领导啊，人特别好，工资加上奖金的话，足够你学费啦。姐姐呢，还等着你成为大设计师，给姐姐设计新房子呢。新房子算什么？我可是要给姐姐设计大别墅的。好啊，那姐姐就等着你的大别墅。本来以为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，我们姐妹2人
那么努力的生活，可是等来的却是什么？是你们逼得他自杀。姐姐，姐姐，是你们两个逼死了我姐姐。她是我唯一的亲人。所以你一直以来的目的，从来都不是为了绑架苏冉，然后要钱。江志远，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一样，为了钱可以不择手段吗？任静，你看看你姐姐，她一定不想让你像现在这样。闭嘴！你根本不配提我姐姐。钱？我这里有5000万，5000万，还有我那些股份，我可以把它们全部都给你，我可以当做今天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5000万。5000万，一分不少。江志远，事到如今你还不清楚吗？5000万又如何？1个亿又如何？你能把我姐的命赔给我吗？到底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只有你们亲口承认当年的罪行。什么？当年你们是怎么把我姐逼得去陪酒，又是怎么把我姐逼得自杀？我要你们一五一十的给我交代清楚。我不知道，不关我的事。不承认是吧？那我就只有先拿苏总的脸看了。我数到3，1、2。不是我，都是江志远做的，都是他做的。不要胡说八道！我没有胡说八道，都是江志远组织的酒局，他用奖金威胁沈念，逼沈念去陪酒。你闭嘴！继续。他盯上了我们公司年轻的女员工灌酒、拍视频，他懂那些女还不敢报警。闭嘴！你做这些还不都是被你们苏家给逼的？你少拿苏家当挡箭牌！当初不是你说的，要带这些女孩子见见世面，给客户留点好印象。可我没有要用他们的身体换资源。你现在把自己摘干。当天沈念也向你求救了，你救她了吗？我要是没有你们苏家的墨鱼，我有权利做这种事。我就是一个苏家的一把刀。你，苏然，你才是那个最大的杀人犯。原来杀死我姐的罪魁祸首是你。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那你动手，杀了他，给我姐赎罪。你不是说苏冉才是杀死我姐姐的罪魁祸首吗？我要你杀了他，为我姐姐赎罪。怎么，下不去手了？你之前的所作所为跟杀了苏冉有什么区别？说什么？还要我提醒你更多更具体的？你不是早就知道苏冉之前被关在哪里吗？老板，还砸奖吗？不用，放肆！我要是有这5000万，什么苏冉苏家，我会彻彻底底的成为江子。你的所作所为，苏冉在被关进那间屋子的时候，他可是看得一清二楚。我可以原谅你，我可以的。你信他？
她可是苏氏的千金，她什么性格你最清楚。你要是现在不杀了她，放她出去之后，她不会杀了你吧？你不能杀我！忘了你今天拥有的一切都是谁给你的了吗？是啊，苏家给了你金钱、地位，但是你扪心自问，苏家真的把你当人吗？小冉被绑架了，你是怎么照顾她的？江志远，我看你是忘了吧？你是靠什么走到今天？没了苏家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承认吧，你早就想摆脱苏冉了。现在在你面前的，不是很好一个机会。江志远，江志远，苏冉，江志远，对不起，你不能杀了我！我护你的孩子。孩子。我怀孕了，你要做爸爸。你以为你只是杀了我，其实杀了你的孩子。你杀的不只是我，还是你的孩子。我的孩子？对，你的孩子。医生说这个孩子很健康，很活泼。只是一个孩子，你真的在乎吗？你江志远从来不缺女人，更何况一个孩子。你以前不是说亲人早早离开，你很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，现在他终于来了。你动摇了，后悔了。江志远，你可以不在乎我，但这是你的孩子，一个可以叫你爸爸的孩子。所以呢，我姐姐的命你来赔吗？江志远，你到底选择这个孩子还是你自己？你到底选择这个孩子还是你自己？一个可以叫你爸爸的孩子，你到底可以叫你爸爸的孩子。志清，苏冉怀孕了，放过她好。放过她可以啊，前提是曝光你的所有勾当。城南房地产，你私吞700万；苏家慈善基金，你私吞420万，还要我拿出更多的证据吗？这东西哪来？要是这些证据被苏家知道了，你觉得他们会放过你？这些证据我都可以销毁，只要你杀了他，替我姐偿命。只要他死了，你做过的一切就都消失了。你还是可以安安稳稳的做你的江总，穿西装，住别墅，当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没得选。我从一开始走到今天，有了现在的地位，我不能失去这一切，我也不能从头开始。江志远，你不能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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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冉。江志远，
饶了苏然。是啊，你亲手杀了你的发妻，还有你未出世的孩子，从万人仰慕到亲手杀妻灭子，江志远，你终于尝到了失去的滋味。够了！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做了这一切，你可以销毁证据了吧？什么证据？是你商业犯罪的证据，还是你亲手杀人的证据？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说我帮你杀人，你就可以放过我？放过你？当年我姐让你放过她的时候，你做到了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就是不肯放过我？江志远，你真的以为你能够全身而退？你洗不白，也逃不掉。敢！你敢这么对我？江志远，我一直都是要着你血债血偿。谁都不能毁了我用的，谁都不能！哎，江青，要干什么？你去吧！我是疯了，那也是被你给逼疯的。你为什么就不能像你的姐姐一样？那么听话，你承认了，你承认我姐姐的死跟你有关。我承认了又怎么样？沈念从进入包房的那一刻起，他的命就已经定了。谁让他蠢，谁让他穷，谁让他有你这个拖油瓶妹妹？没错，是我把他送进包房的，也是我亲自把他送给李总的。江志远，你这个畜生！我要是畜生，那你就是寄生虫。之所以沈念会心甘情愿留在那个房间，就是因为他要给他的拖油瓶妹妹交学费啊。江志远，要不是你，沈念也不会委曲求全留在那个房间，更不会自杀。所以害死你姐姐的根本就不是别人，你才是那个凶手。沈清，我要杀了你！沈念也好，苏冉也好，都不过是我的跳板。苏冉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大小姐，实际上还不是被我说的团团转，蒙在鼓里了。你想给你姐姐报仇，计划不错，可惜啊，你还不是我对手。江志远，你会有报应的。报应？我有什么报应？你死了，苏冉也死了，你才是那个帮手，是你杀了苏冉，而我是来救她的。我有什么错？只要你死，这些证据就都可以消失。只要你死了，一切都结束。江志远，你逃不掉的，你永远都逃不掉。来了。逃不逃得掉，活着的人说了算。怎么你看，妈，小成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也帮了小人。他才是真正的绑匪。我一进去想救他，他就举着刀
我想救小然，可是还是晚来了一步。爸，真对不起，以后我会替小然好好照顾。你闭嘴！你还有脸去照顾我们？我有什么错？我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就来到这儿。我不怕自己受伤，我只怕小冉受到伤害。你为什么就是不信我？都是沈清那个疯子，他设了这个局，他是想杀小冉的人，还想嫁祸到我的头上，他想把脏水都泼给我。你没说，张总说的还挺像那回事的。哼，我差点就信了。我知道，我恨我能力不错，救人心切，我没做好万全的准备就来到这儿，一个人跟他谈判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江之源，你演够了没有？你演够了没有？我姐就是看错了你这种人渣。你为什么就是不信我？大家都看着呢，真相会还我一个清白。我只是一个深陷泥潭的人，我没有任何错。哦，江总，你说沈清是凶手，请问你有证据吗？我手机里有他威胁我的证据。江先生，您说的话可能要收回了。我们刚才在仓库里看到的监控画面，跟您说的可完全不是一回事哦。监控？什么监控？江总还不知道吧？你们刚才在仓库里所发生的一切，都实时在手机上直播出来了。我说呢，我还以为我失忆了，就是他杀了沈清和苏冉。我看，明明失忆的是江总吧，还把自己说成是受害者，太恶心了。都是假的，这是 P 图的，这都是沈清伪造的。当然是我搞的。当然是我搞的。沈清，是沈清。我明明，你明明亲手捅死了我，还把所有证据都交回，以为死无对证。可惜呀，让你失望了。当年我姐姐的事情没有证据，但是刚刚在仓库里，你亲口承认了。如果那段录像我交给警察，足以立案了吧？况且你刚才可是亲手杀了我和苏冉，你忘了吗？都是他编的，你们不要相信他，都是他编的。他想害我，想害苏家，这一切都是假的。那如果我也来作证呢？那如果我也来作证呢？姐，苏冉她竟然没死。我明明……怎么？刚才不是还哭得挺真的，说没有保护好我，说我已经被杀了吗？怎么不跟大家说实话呢？我是被绑匪杀的，还是被我曾经最爱的丈夫亲手送进了地狱？江志远，我给过你机会，可惜你一次又一次的践踏。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小冉，你居然跟他一起骗我！你之前不是早就开始骗我了吗？江志远，之前是我瞎了眼，到现在才认清你的真面目。心狠手辣这4个字配不冤。不是的，小冉，我只是太在乎，我是怕失去你。他害怕的从来不是失去我，
他可以为了5000万的赎金出卖我，就可以为了5000万出卖任何东西。在这个人的眼里，没有感情，没有原则，只有他自己的利益。小冉，我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只要你原谅我，我什么都愿意为你做。在你举刀之前，我还抱有那么一丝希望。就算你对我没有感情，也会对孩子心软。你知道江之远背着你利用苏家做了多少丧尽天良的事？他挪用公款，私吞房产，逼着我姐姐沈念应酬陪酒。我姐姐就是被他害死的。他不是第一个，也不是最后一个。这些我怎么都不知道。他存心瞒着你，你当然不会知道。现在你也看清楚了，他自私自利，根本不顾你的死活。萧然，我知道你只是大小姐脾气，本性并不坏。我希望你能够帮我，为我姐姐报仇。我怀了他的孩子。姐姐，我该怎么办？为了这个孩子，我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，看他想不想当这个爸爸。要不是你有所准备，我们俩是不是就都没有命了？江之远，你好狠的心！我答应过你，要让你看清他是个怎样的人。江志远这个蠢货，连真刀假刀都分不清。你说，如果不是我们早有准备，是不是就没有人会知道真相？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保护好你孩子的。在仓库里，我给过你机会，现在看来，你根本不配。雪然，我错了，我们重新开始好吧？你肚子里还有这个孩子，你也不想这个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吧？如果孩子出生之后有你这样的爸爸，那我宁可他从来就没有爸爸。江志远，你涉嫌非法拘禁、故意伤害、敲诈勒索等罪名，请配合我们调查。等一下，我是被冤枉了，都是他们设计我。你的那些脏事儿，留着跟警察说去吧。江志远，你所有罪行做过的每一件事，都不该，也不会再藏在秘密。走。苏小姐，请问江志远的这些行为，苏家早就知情吗？是否有人默许包庇？公司曾出现过内部监管的失误，我们不会推卸任何责任。关于江志远的一切，我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，给受害者们一个交代。那是否可以理解为苏家愿意对这些事件负责？对于受到伤害的女性，我们表示最诚挚的歉意。无论过去发生什么，我们都不应该沉默，因为沉默不会在真相中诞生，坏人必将受到惩治，而不会被姑息。
这个苏然倒是比她丈夫有担当，傻孩子。姐，苏然，谢谢你醒醒，小冉，她怀孕了，快救护车！你终于醒了。你晕倒之后，医生说你是过度缺氧和紧张，幸好你和孩子都没有事。我曾一度想过不要这个孩子了，但孩子是无辜的。你想留下他？他是我余生的惩罚和希望。那就留下来。他长大之后会知道他妈妈做了怎样的选择。那你接下来打算做什么？江志远只是一个小喽啰，当年害死我姐姐的人不止他一个，还有更大的鱼在暗处，我要一个一个把他们都调出来。如果有什么是我能做的，你尽管跟我说，就当是被我还没出世的孩子赎罪。的确有一件事情，只有你能帮我。怎么来看我笑话的？这是你和苏冉的离婚协议，他已经签过字了。我的妈！从今天起，你和苏冉彻底没有任何关系，他不再会为你求情，也不再会为你受苦。怎么可能？苏冉怎么会为了我离婚？她怀有我的孩子呢，离婚才是逼她的。坐下。江志远，你凭什么觉得你在一次又一次的杀了苏冉之后，他还会有你这个烂人？你才是那个贱人！苏冉做这一切一定是你蛊惑她的。怎么，你还想从这段婚姻中捞到什么？遗产、股份？苏家以后不会再给你一分钱。你一定来这儿，不会只是为了想气死我吧？说你到底要干嘛？我可以说服苏冉，在离婚财产你多给你一笔钱，让你以后在监狱的日子过得更体面些。条件呢？我要你把当年对我姐下手的那些人，都一一供出来。就算我说出来，没人会信。那些人一个比一个权势滔天，随便动动手指就能把你压得奋不顾身。你只用交代清楚我问的，其余的你不用管。清，你为了个死人，真豁得出去啊！我不只是为他，我要为所有被你们践踏过的人讨回公道。江志远那个混蛋，可真的被抓了。行了，慌什么呀？他要咬我们，早就咬了，还能等到现在？我听说那个叫沈清的跟江志远已经见过面了，万一他要是拿到点什么啊？江志远就是再恨，他也不敢往我们卖了，他自己也不干净。他要是把我们都拖下水，能放过他？来，走。你谁呀？我是来敬各位老总一杯酒的。这些年看样子你们过得很自在。你他妈到底是谁啊？你想干什么呀？你们当然不记得了，那个当年在酒桌上被你们轮番照顾的女孩，她叫沈念，是我的姐姐。你是那个女孩的？我叫沈清，今天是来送各位老总进监狱的。嚣张什么呀？你以为你是谁？能翻起多大的浪啊！我举报李俊峰、韩天宇、郑彦波利用职务之便强迫员工性交易，我愿意配合调查，证据快来。怎么样？这个风浪足够拍死你们。胡说什么呢？李俊峰，是你安排酒局，让江志远在公司搜罗年轻的没有背景的女孩供你们享乐。韩天宇，你负责事后销毁证据、销毁视频、封口保人。还有你，郑彦波，
是你拍的视频，对吧？你们以为那一晚删除了所有证据就可以高枕无忧了？你们以为沈念死了就没有人再会追查？你们太高估了自己，也低估了我。你是来讹我们的吧？拿着你的证据去吓唬警察去，我看看谁信呢？信不信不重要，只要做过了的事就会有痕迹，一旦有了痕迹，就会抽丝剥茧，把你们的罪恶都暴露在阳光底下。闭嘴！不要动！不许动！人都不要动！你涉嫌强奸、杀人、扰乱司法调查，全都给我带走！你们不是阴沟里翻船，是太自信，自信到觉得自己可以一手遮天，觉得一只小小的蝼蚁，世界上没有人会在乎它，但是我会记得，我要你们一个个都为它偿命。沈清女士，我们接到举报，你在本次事件中存在非法取证、私自监控、诱导他人犯罪等嫌疑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沈女士，我们理解您想为亲人讨回公道，但法律不讲情理，你擅自收集证据，私闯私人领地，刻意诱导他人犯罪，严重妨碍了司法程序。我知道，我接受法律对我的任何审判。那江志远呢？还有他的同伙，他们的下场是什么？他们会受到应得的惩罚，法律不会放过任何一名罪犯。那这就够了。姐姐，姐姐，沈清，你怎么样？他们有没有为难你？我没事。那他们没有判刑，你放心，一定会。我只是想回家了。好。我送你回家。青青，怎么还不切蛋糕啊？想什么呢？姐，青青都多大人了，还这么爱哭？因为只有你会叫我青青，只有在你面前，我才是个小孩子。青青乖，姐，我还有机会再陪你过一次生日吗？当然有啦。我的生日愿望是，希望青青可以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不要再被仇恨和愧疚困住自己，不要再为别人而活，去过一段真正属于沈清的人生。姐，青青，这就是我的生日愿望，你替我实现它，好不好？